我没听错吧？中国居然开始缺垃圾了！你有没有发现，以前电视上、网络上天天在说我们是垃圾围城啊，垃圾污染太严重了。但是这几年突然就没人提了。更奇怪的是，全国有不少城市居然开始喊缺垃圾了，连埋在地下20年的陈年老垃圾都被一锹一锹的挖出来。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烦恼啊？从一个让全国人民头疼的垃圾围城，再到如今的让垃圾变废为宝，这中间我们又经历了些什么呢？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10几年前。那会儿啊，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成堆的垃圾污染所困扰着，全国有1/3的城市啊，那几乎就是被垃圾包了饺子了。当时最流行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有一个字儿：埋。拿北京来说，全市有11座大型垃圾填埋场，每天能填14000吨的垃圾，听起来不少了，对吧？但北京每天的垃圾产量接近3万吨，那多出来的呢，就在城市边缘堆起了一座座小山啊！更夸张的是，当时全国的很多地方连像样的垃圾处理设施都没有，垃圾靠风刮，污水靠蒸发，全是环境污染的定时炸弹呢。最常见的，你像那个废塑料，埋进土里几百年它都不分解。再有，一到那天气湿热的季节啊，垃圾很快就腐蚀了，产生的渗液、流毒、发臭，危害翻倍啊！而一旦让这些东西混进土壤、流进水里，后果你想想有多可怕？而当时的西方啊，都是一副看笑话的样子。你知道西方那时候对垃圾是怎么处理的吗？要么厚着脸皮倒海里，要么包装一下，打包出口到发展中国家，美其名曰国际贸易。我们之前也一度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洋垃圾接收国，那些进来的洋垃圾一包装就成了畅销品啊，比如打口碟啊、外贸尾货呀、电脑城的拆件啊，看起来挺时髦啊，但背后的拆解全靠家庭作坊啊，野蛮拆、土法炼，污染非常严重。据当时的媒体调查发现啊，南方某洋垃圾中心村80%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问题，还有孩子甚至查出了血癌。于是从2017年开始，国家一声令下，全面禁止洋垃圾进口。但是问题还是没解决呀！光我们自己每天也能制造140万吨的垃圾，长时间不处理的话，那堆起来都能把珠穆朗玛峰给埋了。怎么办？继续埋？污染太大了，直接倒海。咱没某些国家脸皮那么厚。别急啊，国内接下来的处理方法堪称神来之笔，那就是把垃圾烧成了电。国内的科学家发现啊，如果把垃圾焚烧供能，一个中型的垃圾焚烧厂1年就能给几万户的人家供电啊！这哪是垃圾厂啊，不一下变成城市充电宝了吗？但是马上质疑的声音就来了，什么烧垃圾啊，那不得臭气熏天、浓烟滚滚啊！特别是燃烧过程中产生这个2恶英这个物质，无色无味，属于1级致癌物，那要是处理不好，还会导致2次污染啊！但中国的科学家们不信邪啊，随着一大批环保高技术产业化项目的相继启动，最终实现了从渗滤液处理、飞灰稳定固化，再到臭气封闭净化全流程一体化操作，并且从中还发现了2恶英这个物质的弱点，它只要在高温下停留2秒以上，就会被破坏分解。最终我们把焚烧炉温精准控制在了1100摄氏度以上，在这个温度之下，2恶英基本连渣都不剩了。从2001年起啊，国家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来支持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。到了2024年，全国已经有1010家焚烧企业，2172台焚烧炉，日处理能力高达110万吨，每天处理垃圾的能力早已超过了美日欧，傲视全球。对于这些垃圾焚烧厂来说啊，一方面可以挣点垃圾处理费，另一方面呢，烧垃圾产生的电还能卖给电网。很多的环保公司光靠烧垃圾这个业务也实现了稳定的盈利。从垃圾围城到变废为宝，咱们用了这漫长的10几年，多种环保政策持续并行着。截止到今天啊，关于垃圾治理这件事儿，依然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。但是中国再一次通过攻坚克难，给所有人上了一堂响亮的环保课。散会。